有请富贵儿微恐高者来说一下这个天空步道吓不吓人？B 版本，B 版本。啊，吓死了，吓死了！啊，恐高，吓死了，我好害怕，走不了了。我给大家表演一下双腿颤抖，双腿颤抖。会搞流量，咱就是罐儿在天空步道吓得双腿跪地，颤抖站不起来。结果咱稳如老狗。卤肉饭，哎呀。Look out, here she comes, the woman that I love. It's too bad she'll never know. Yeah, I can't tell her how I feel, because she has someone who makes her happy. I'm a ghost in these walls, or at least I try to be. Cause I hope that I'm not showing how I feel for her, but she won't feel the same for me. I've got this picture in my mind. It's just the two of us, just the two of us. Hello， 大家好，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今天我们4人小组共同出发，因为今天是富贵最期待的哥伦比亚冰原。那哥伦比亚冰原呢，它是在贾斯波国家公园和班夫国家公园的中间，更加靠近贾斯伯，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出了班夫国家公园了。然后呢，到哥伦比亚冰原中间，这是冰原大道。冰原大道上有很多不同的景点，比如说现在我们就来到了佩托湖，其实是一点都不冷。但是呢，因为我们今天要去哥伦比亚冰原，所以我们穿的还是比较多的。棉袄里边套棉袄，大棉袄没带，我这穿了个棉袄，因为在冰原上会非常冷，但是在中途这些景点就不用那么的穿那么的厚。前面还有个公湖，我们刚才路过了，但是因为时间比较紧，我们就只去这个佩托湖。我们今天要坐什么冰原车，大雪链的车，这就是富贵最期待的大雪链的车。希望要是今天能碰到下雪的话，那就更牛逼了。他们抢的那个票，一个人是税前90多。对，我们抢的一个是 off peak， 就是非高峰期的，另外一个是提前几天就便宜。提前几天就会便宜，越早买越优惠，越早买越优惠。今天买当天最贵，其次买明天的。你们是提前2礼拜买的吧？1个礼拜。4、5天。提前6天吧，5天。所以有计划的人总是能省很多钱，像我们这种没有计划、心血来潮的人，白花了很多冤枉钱。对，还有风险，就是买不到。你刚才说我啥？说我衣服复古啊！我本来要穿个更复古的，我本来要戴我的虎头帽子，是我朋友一针一线给我做的纯虎头帽子。那你为什么不戴啊？富贵说太吓人了，他说和冰原的气质不符，他嫌我丢人。加拿大很包容的，加拿大他不包容我啊！你是原住民。这是这个佩托湖 （Peto Lake）， 看看我们的佩托湖长什么样子，也是一个登高望远的湖。看这边的蓝就和这边的蓝不一样，这边就纯的湖蓝。为什么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这几天在班夫真的是感觉到，它这有各种各样的蓝，就像我原来学画画的时候那个调色盘一样。但是这是大自然的调色盘，真的就是有这种特别蓝的湖蓝，然后这边又有粉蓝，像加了白色水粉一样，有没有？大自然的调色盘真的是超美的，超级蓝，超级漂亮，好神奇！你看那个冰川水是顺着这个山上面流下来的，这个山上面流下来，你看这个是它的那个水流，一直流到了这个湖里面，汇集成一个湖。哇哦！看着它这个湖面很平静，但是它可能这个水流现在是还蛮湍急的哦，虽然它细溜的一点点。
在启程前往哥伦比亚冰原的那一刻，我们满怀期待。那里被誉为落基山脉的冰雪之星，是北极圈以南最大、最容易抵达的冰原之一。而我最向往的是那条自冰原缓缓流泻而下的阿萨巴斯卡冰川。我们现在到了哥伦比亚冰原的游客中心啊，待会儿我们要坐冰原车上后边的冰原，应该是我们坐的不是这个，我们坐的是比这个要大的，但是这个就是可以在冰原上走的大轮子。这就是第一辆上冰原的车。我们乘坐的这个拥有巨大轮胎的冰原探险号，价值高达150万加币。哇，好复古啊！这车别看轮子大，这座和座之间特挤，稍微胖点还不行了，就是轮子大。但是这个整个车厢特别的复古。然后刚才在游客中心底下有一个黄色的小车，那是史上第一辆上到这个平原的车，有 permit 的车。这个也很可爱，这个后边还拖了一个。哎呦，这后边怎么还翘起来 All right, you guys ready to see what this thing can do? Let's do it. All right, let's do it.坡度比较高，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 buckle up， 带安全带。The tires are 5 feet tall. 5 As I feet。 mentioned when we were getting to know each other a little bit at the beginning there, the grading and climbing capability of. 这个坡下坡就特别陡，所以这个车现在就是要放到一个特殊的模式来下这个坡。几个世纪以前，这边全部都是冰，没有这么多土地。然后我们现在在下这个坡呢，是非常陡的一个坡，所以这个车要放到一个特殊的模式，让它慢慢的下去，就非常的慢。Thank you。我的妈呀，这个感觉这个冰碴子很松啊，很松散。轮胎5 feet， 我5.5。冰原车，全世界有23辆，这边现在就停了1、2、3、4、5辆。这边不是我们的车嘛，然后我突然发现这边这个车居然还是 Mercedes 奔驰，呵，高端啊！然后整个在加拿大哥伦比亚冰原这边有21辆，剩下2辆刚才他说是在哪儿？好像一个是在美国，但是不是在阿拉斯加。冰原上面这是冰碴子啊，是这样的。然后这边比较松散，其实往下它就是挤压的冰，就是蓝色的。这小鞋儿真脏，踩的这个有点不忍心踩，太脏了我这脚。爬过山的鞋就是脏。好多人呢。踏上冰川的那一刻，说句实话，我有些失望。失望它不如我想象中的那般宏伟壮丽，失望这片形成于15000年前的古老冰川，如今竟衰老得如此明显。更让我难以释怀的是它在100年之内将彻底消失的事实。开冰原探险号的导游鼓励我们接一瓶冰川水，他说：“尝一口吧，这是地球上最干净的水。”我现在要去接冰川水了啊！
只有这边是接上游的水，其他的地方都不是接上游的水。手放在水里太久会冰。太凉了。Oh my god, it's so cold！ 我手冻僵了，请富贵喝一口。不错，不错吧？富贵对于水的要求很高。你觉得这有奇怪的味吗？没有，没有哈，味道特别好。好冰，特别的冰。你知道它和阿拉斯加不同是，这边是不是靠海，纯是山融化，然后再冻结，再挤压。但是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那个是在海边，所以它是在海上是可以推动着那个整个冰川走的。年复一年，阿萨巴斯卡冰川正从各个方向缓慢地融化，每年冰面平均下沉2至10米。长度则以每年25至35米的速度缩短。我喝了一口，的确清冽、纯粹、甘甜，却也像是喝下了它正在消失的证据。我原以为站在这片洁白无垠的冰雪上，我会感受到震撼，会体会到对生命本源的敬畏。然而真正踏上它时，心中却涌起一种难以言说的空虚。全球变暖这个曾经对我来说抽象的词语，此刻如此真实，甚至让我感到羞愧。若干年后，阿萨巴斯卡冰川或许会从旅游手册中被悄然抹去，冰原探险号也许会成为博物馆中静静陈列的展品。而这一切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我们亲眼可见正在发生的未来。我终于明白，真正让我失望的从来不是这座看起来不够震撼的冰川，而是人类正在亲手送别那些原本该永恒存在的风景，而我也成为这场送别仪式中的一员。有时候我们以为的观赏自然，其实是在目送它离开。也许渺小平凡的我们无法逆转气候变暖的轨迹，但我们可以做的小小努力仍然有很多。每周少开一次车，少吃一天肉，空调调高1度，自带环保袋等等等等。每一次绿色的选择，我们都在为像阿萨巴斯卡冰川这样的自然奇迹争取更多时间。我们现在跟着这个大的 bus 来到了空中步道啊。它在来这个路上呢，它会介绍一些沿途的一些风景，比如说我们路过的一个湖，就是他们这个小镇整个的淡水来源。然后不管是天多冷，它都不会结冰。我们在游客中心喝的星巴克就是用这个湖里的水做的。这个就已经是空中步道本道了，它并不是说整个都是玻璃面的，它就是整个就是修在悬崖边上的一个路。只是在往外 look out 的时候有一个玻璃的部分，并不是说整个底啊面都是玻璃的，我还以为是整个底就是玻璃的呢。3层，哇哇哇！嘿嘿，富贵。吓死了吗？有请富贵微恐高者来说一下这个天空步道吓不吓人？A 版本 B 版本，真实版本。真实版本一点都没事，就是走就行。你想往下看就往下看，你想往前看就行。对，但它底下的确就是很高的山。那你说 B 版本呢？哇，腿高了！你快走，你不要在这儿，我讨厌你，我不要和你走在一起，太丢人了。呵，富贵走的比谁都快，你看走的比谁都快，还在那假装恐高。但是说句实话啊，这个步道是有点晃的，风一吹是有点晃的。
富贵很厉害，你看小朋友还趴在那儿。这个整个一圈都是透明的，然后这么支撑在这儿，所以它人走的多的时候，风稍微摇晃一点，它这个桥其实是稍微有点晃的。但我要趴着看一下。logo， 你知道这么往下看哈，稍微是有点魔幻的感觉的，因为你能看到它那个水流从你的脚底下很远的脚底下流下去，还挺特别的。但是的确是稳如老狗，对呀，一点都不需要害怕。你看，咱就是不懂流量，咱要是懂流量的，咱就在这啊，吓死了，快，吓死了，好害怕，走不了了。我给大家表演一下双腿颤抖。会搞流量，咱就是罐在天空步道吓得双腿跪地，颤抖站不起来。嗨，结果咱稳如老狗，这个咋整？用石头加这个铁网来做这个墙，我觉得还挺好的，当成景观的一部分，就不用砌墙了。我们现在要回游客中心它的冰原餐厅吃饭，哈哈哈。按一般情况我们就回房车吃了，但是呢，今天我们从班夫开过来，开了好久，开了2个多小时，3个小时。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不在那个冰原餐厅吃饭的话，等回去再做的话，其实是就饿死了，就不如在这边吃饱再往回营地走。这家是对的。咱这整个游客中心就2餐厅，一个是吃披萨的已经关门了，另外一家呢，我们站在门口等了15分钟，就看见2服务员，然后也没来招呼我们。然后后边还排了好多人，我们就在想说，就2服务员的话，上菜肯定会特别慢，所以我们一致决定一脚油门扎回班夫小镇。班夫小镇那吃的选择就多了，吃饭的路上就是一兜劲儿，走起路来都不一样。啊？非常寿司的店没有人。主要是现在都已经8点半了，天还是亮着的，就是一天当中能干事儿的时间特别多。这家餐厅名字就叫 Chopsticks Soup 汤，小食炸鸡炸鸡，汤面、捞面、馄饨。越南河粉，他俩喝的都是台式珍珠奶茶，里边是有波霸的。卤肉饭，哎呀！富贵到哪都吃卤肉饭，好吃吗？还可以，还不错哈，还不错。班夫小镇，你还这景点，这算在景点里边了，已经算很好了。富贵评价这个卤肉饭，卤肉不错，米不好，米非常不好，这到底是用哪里的米才能比过我们吃上的米？是不是？Ruthless flows just dirty, machinery, murky, looking from Sweden to Turkey, quirky, that's just salty, your dead little flame can't burn me, kill it with a little sound just worthy, feel it, break it down, yeah, let me work it, link up, light up, yeah, like a circuit, tell me, show me how you work it, icy, cold but spicy, drip, drip, drip like an IV,
Icy, cold but spicy. Drip, drip, drip like an IV. Icy, cold but spicy. Drip, drip, drip like an IV. Icy, cold but spicy. Drip, drip, drip like an IV.